点储备后。夫人，快，桃儿。阿江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也不用谢我。要是我祖父不同意，就算我想帮你，也有心无力。阿江，我需要你，助我一家离境。缘何寻我？这等大事，不该去求家主们吗？本是这么嘱咐我的，是世家盘根错节，利益牵扯。我思来想去，唯有你可托付生死。今夜亥时，楚园后门，我会派马车前去接应你。你的大恩，阿唐没齿难忘。快去歇息吧。早知你二叔父女这般无用，还谈什么靠他们撑起楚氏门楣呀？哎呀，还是我儿有先见之明，与贵女们交好。这位夫人好大脸面，当真以为单凭闺阁情谊就能破开九门禁卫？若非长公主安排移兵布阵，又命仓木寨沿途清理暗哨，您当自己能活着走到这贵女的别院？你们是？是啊，我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瞧不起的土匪。我是长公主派来接应你的，别叫！你点点头，我就放开你。萧南王不是来拱卫楚都，而是杀来楚都夺北。朝廷为了揭露萧巡嘴脸，一定会翻出你爹当年差点杀了小皇帝的旧账罪证，危险。殿下说了，这几个世家的家主都很可靠，你去找他们帮忙。小妈，快走！这庄子是祖上御赐的，兵部档案必有记载。不出半日，我们必然都会被发现的。哎呀，阿唐啊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对周家生疑呢？刚才的周家娘子是真心要帮咱们的呢。父亲，正是因为阿江真心相助，所以我们才不能拖累他呀。可是，那还磨蹭什么？跟我走吧。走，快！可是他们，哎，老爷，老爷。大人，出来从其一段。老爷子的散骑走得好生刁钻。
只可惜呀，我弃子争先。谢大人，连六伯都深藏不露，却不知这一局争道要争的哪条道？当年宣王与臣下六伯，为争义子，误杀贤士。今日这局，我争的是陛下活路。萧南王父子的刀，险些就砍在陛下的脖子上。楚岚便是见证，还望老太爷助陛下对世人揭示真相。世子，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100里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日之内前来拜访，我会应允他们，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。当然，拒绝听命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世子放心，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，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前方还有多少兵马？军中有将近2万驻兵，楚都也正出兵驰援，但并不足畏惧。若他们反抗，便一战击溃，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。说。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，以世子性命，要谢王爷退兵。他怕是不知道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什么父子，什么亲情，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。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。楚都密报，谢艳芳已拟好楚岚满门问罪的圣旨，却压着没有发。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啊！阿昭怕是信错了人。楚灵一死，便立刻拿楚家祭旗啊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事。哦，楚岚一家失踪了。好了。那正好。若是楚岚尚留在楚都，我们反被掣肘。哼。不过，靠楚岚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，定是楚昭暗中安排。那我们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。传令，封锁所有要道，务必抓住楚岚一家。是。大人，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100里，途中的百姓盲目加入，恐生事端。之前派出去给萧巡宣旨的大人呢？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。谢艳芳猜的没错，传令信兵是假。看来萧巡要借此事
硬闯楚都逼宫了。萧巡沿途散播谣言，声称奉诏进京擒王，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，蛊惑人心呐！最怕的就是这，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。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，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，大人，请您过目。长公主自己进了萧南王府，意图劝降。围魏救赵，长公主果然比之前更有胆魄了。谢大人呢？太傅大人，太傅大人，不好了！谢大人要带陛下走啊！这是要带着陛下跑啊！荒唐！陛下到！谢大人，您这是要带陛下去哪儿啊？我要带陛下御驾亲征。万万不可呀！谢大人，谢大人，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吧？正因如此危险，陛下才必须亲征。于私，萧南王父子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他理应为自己的父母报仇。于公，他身为天子，当以社稷为重。如今叛党蛊惑民心，只有陛下亲征的消息放出去，才能揭示他们叛逆的本质。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，那陛下亲征的就是朔漠；如若不退，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。太傅，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。至少他现在肯吃你手上的食物了。其实他并没有熬鹰奶，只是我们时间太少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刻也不休息，一定能让他学会特定的指令。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狗一样，那么听话呢？嗯。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可好好表现。去。看着了吗？好狗啊，好狗！孩子，哎呀，好狗！娘看看，你这人怎么动手伤人呢？我要去官府告你！
哎呦，告我！哎，自己斗狗而治伤者，狗无责，我亦无责嘛。去，这些钱甚至够买你儿子的命了啊！哎呀，好走。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种。我今日看到李前兆上狗咬小孩，我恨不得拿刀给他剁成肉酱。他咬了别人，我就让黑仔咬他。有了，我让黑仔现在就扮成蜘蛛妖，我吓死他！啊，不行，你别冲动啊，不准擅自行动。你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们。霓裳呢不够信任我，你呢不够稳重，还是担心好啊？怎么说怎么做，从不出差错。怎么还当着人面连捧带踩的？也不知道是谁说过我最贴心呢。就是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行了，你们3个都跟小孩似的，幼稚。你呀，要是真想吓唬他，大可在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知道了，我也就是说说气话。反正明日李宗旭都得死。谁说他明日会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明日这么好的时机，难道不取他性命吗？他的命要取，但李宗旭涉及御史案，他的身上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。没错，所以等明日按计划揭露他之后，就能趁他被羁押的时候，爬问出御史案的详情。羁押之后，若有人要保他呢，那他不就又……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我觉得彩莲说的对，我们何必弯弯绕绕？哟，跟谁喝酒呢？还能有谁呀？我姑母呗。她这人酒量不行，喝了就睡。怎么来我这儿啊？明日便是迎史夜宴，我阿兄正在武士场选拔表演秦王破阵乐的将士呢。那你这是邀我去凑热闹？错，这次不是我邀你，是我阿兄。县将军，如果有一天，在圣都安逸度日的羽林军也被征调沙场，你觉得凭他们现在这样，能活着回来吗？末将惭愧，我必整顿所有羽林军，绝不懈怠。贤儿，你别仗着县将军从前是我的旧部就欺负人家，比试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，武士人的教训醍醐灌顶，在圣都待久了，我操练部下的确有所松懈，该万分警醒。下一场，和我练练。可以在夜宴上演绎秦王破阵乐是好事，此曲气吞山河，震慑四海，可以向天下人展示大风的鼎盛雄威，让其不敢来犯。硕丹想让你做驸马的事，已经传开了。你想好如何应对了吗？此事却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不过还好，还未尘埃落定吗？你若是没回来，现在该是多么逍遥自在。即便圣上未将我召回，我也一样要回来。这是为何？你可曾听过金元之战5年前，硕丹起兵犯境，你率军出击，以1敌100，
大获全胜。全胜？不，那一仗惨烈无比，犹如噩梦一般，差一点我们就满盘皆输。你知道这是为何吗？因为缺盐。盐是极重要的军需，仗还没打完，盐却先没了。后方的补给又一直不到。你若长时间不吃盐，便会全身乏力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。我们节节败退，只能退成苦手。谁曾想，这一手就是数月之久，2年已尽，城内恶评遍野。我已经战马杀死了分给大家，可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这样的困局，你们是如何获胜的？我一直在谋划对硕丹的奇袭，可派出去勘察敌军营帐所在的小队却迟迟未归。直到有一天，袁绍成他一个人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他那时虽只是个旅帅，但是沉着睿智，带回了硕丹军营的情报。我们筹谋后，利用火攻，最终仅以5000人杀退敌军8万驻地。我还记得当时在边境听到外邦有句古谚语：官僚挑起战争，富人提供武器，平民送去孩子。可当战争结束后，平民们却只能去寻找孩子的尸骨。男儿保卫家国，战死疆场，无怨无悔。可是因为盐粮未至，客死他乡，实在不甘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替我死去的兄弟和百姓讨一个说法。当年负责盐粮调运的仓司使，你应该都一一查过了吧？没错，毕竟有正仓和地场的县，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。华阴、龙门、渭南、通泉。通泉？我之前协办军饷案的时候，也听说过这个地方。那年正逢大旱，仓司使以旱情为由，一直拖延对边境盐粮的调运。现如今的户部徐清，便是当年的仓司使之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徐清与李氏的关系颇深。李宗旭虽专卖圣都官盐，但手却伸得很长。原来是他。我听闻郑元找你看过病，然后就死了。你最近又给李宗旭看病去了？你今日邀我来，原来是有所图啊。放心，我不会贸然介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好，只要你不追问我的事，那么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帮你。阿爷，这是儿子请国手所绘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儿子还让人以金粉金片嵌入这楼宇之中，更显得我朝盛世气派。不愧是国手之作呀！我想在夜宴上将此画献与硕丹使臣，这样一来也好杀杀他们武士的气焰。好，把此画好好收起来。那阿爷这是准了？准了。这样，明日焰火升空之时，你来献礼，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万国来朝的江山盛景。好。吴舍人，武将军被列入驸马人选一事，是不是李氏的人搞的鬼？我若有能帮得上武将军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县将军的知恩图报之心，我很欣赏。不过当下你不必为任何事分心，好好操练羽林军便是。对了，你时常写字，我看你也练剑，手上略有薄茧。这是我学千金一方中以防风、白芷、朱脂等料所配，有润肤之效。武舍人若是不嫌弃，一想到县将军这握剑的手，替我细细熬煮这些，就觉得有趣得很。
宪将军年岁也不小了，前阵子礼部侍郎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却迟迟没有答应，这大好年华，岂不可惜？若你让我娶妻，我便娶。你遵循自己的心意就好，不必问我。之前你帮我找的那个炼丹师不合我意，重新找一个吧。是。夜宴之计，兹事体大，若成了固然好，若败了，我也绝不会牵连你的。叶平安能找到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只是夜宴一了，他便失去了价值。我要你趁着夜宴之乱，杀了他。下官以为，这叶平安日后还会有别的用处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是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没别的事了，你先退下吧。你带我来这儿，还是想跟我聊夜宴之事吧？你真的觉得在夜宴之上动手是好时机吗？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是他害得我这么多年来都不敢回家，因为我的事，阿叶遭人非议，被迫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屠户。我怕被人认出来，让阿叶继续蒙羞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宁愿当个死人。平安，你说这个仇我能不亲自报吗？采莲，我明白你的痛苦。李宗旭的命，我们一定会要。可如果你在夜宴上动手，也会让自己置身于险境。为了这样的出手，值得吗？采莲，你看看，这身边的一切，你现在有我们这些家人，还有黑仔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美好的事在等着你。相信我，我们一起，一定会让李宗旭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今夜之宴规格颇高，琅琊郡王府及刑部皆调派了人手来保卫安全。贺生，魏玉，你二人就在这宜华街附近放火，将人引开。好。要是动静闹太大了，圣上那边怎么交代？圣上已经去了瓦安山听秋玄大师讲经去了，不必担心。这条暗巷及周边2条巷道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有李宗旭部署的暗卫。安慰的事情，交给我和晋父子吧。夜宴先有秦王破阵乐，后有舞姬献舞，最后是我和李前兆的灵鸟献化。献化前，要将御史案的正午血女图与千秋盛世图对调，让儿子亲自奉上老子的罪证，也不知道心里是何滋味。到时候，我会同采莲一起揭露李宗旭的罪状。李宗旭出发去夜宴后，我会入府取正午，在灵鸟献化前送回来。既然这样，文宇，
今夜你别去移花街了，去狼阳郡王府外接应丹心吧。明白。这便是狼阳郡王府特制的金玉剑。既然他想栽赃你，那我们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给他来个人赃俱获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届时我会在场内巡视，以应不时之需。大家行动务必小心。顾文宇，那个混账东西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敢把伤疤露给你看，是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。顾文宇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了这话可不能收回去啊，也不能变来变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不能光对我一个人好，还得对黑仔好。什么都先惦记着你的黑仔，不如以后他睡他，我睡地上。说什么呢你？不喜欢？不是，我从小跟着阿耶一起放牧、学驯兽，习惯了跟动物相处。他们自由来去，聚散有时。我从未想过跟一个男人长相守。突然之间，有点恍惚了。你可以把我当一只小动物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彩莲，等恶人落马，我就陪你回通泉县，将伯父接来圣都。这样你以后也不用想家了。一言为定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去准备了。顾文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得过来一下。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顾文宇，看来我们彩莲要和心上人终成眷属了。我也听平安说了，顾文宇这家伙不错，性子又好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恭喜，谢了。啊，清俊，你怎么从赌坊过来了？刚好，这账目啊，我有一些没弄明白，赵玉他又不在，就过来问问你。账目的事不着急。今天啊，别忙了，去喝顿好酒。嚯，这什么喜事啊？也算不上喜事，我们要做件惩恶的大事，去揭下一个伪善之人的面具。哎，文宇，虽然我是个清教头出身，但我什么都会一点。你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？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我可以干呢。这样吧，今晚有个点火的活，倒是一起去。行。少成啊，你一直想走上高位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你打算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，我只是不希望芒沟人再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了。1个月前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站住！
看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我就烧了它。孩子捡了书，他爱看就让他看嘛，你烧他干啥呀？这些书最大的用处，不就是拿来烧火吗？看这些会把心气儿看高了。还小，不懂得他将来既不能科考，也不能为商，只有给人做奴仆的份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锻炼念想。别你别管，你放开！古叔，我听说有种草，生命力极强，它在哪儿都能生存，因为它能屈，也能直，而屈，往往有时候比直更难。我愿意做那屈身而行者，只希望有一天，备受欺压的蒙狗人都能够停止脊梁做人。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。我们在这儿放火，那夜宴上会发生什么呀？送礼送序，一份大礼。等会儿你去那边，记着，放完以后马上跑。行，去吧。哎，你今天来早了吧？今儿不是与民同乐吗？我也想着早点收了，带孩子凑凑热闹去。你可别把人给熏着了。去，跟我从后面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久闻破阵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琅琊郡王今日设宴，是为接大风与硕丹两族之好，以5月迎客，是不欢迎我等吗？贵使此言差矣啊！大风与硕丹联姻本是强强之交，以此午宴客，扬我大风之威，方见重视与诚心呐。扬大风之威，好极那我硕丹这破阵乐气势磅礴，我很喜欢，不必多说了。叶心使此刻的心思，当不在欣赏这破阵乐上了。袁少卿不也一样吗？
兄长，从入座开始，这武良辰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位公主。只可惜，公主眼里只有兄长你一人。那又如何？能得硕丹公主的青睐，兄长难道不动心吗？边关未定，何以为家？若有朝一日，我真的要踏入那硕丹的王庭，也该是以大封将军的身份才是。